他们此次除祟即为这位家主所托。周家家主称自家有厉鬼作祟，7天内已杀8人，在金陵台上求爷爷告奶奶，求他们前来除祟。照夷陵老祖的规矩，每月杀1人，连续作祟3个月便能称为厉鬼。这只鬼每日至少杀1人，其凶狠程度已是举世未闻。周家主在一侧捂着口鼻，见江澄看过来，忙弯弯腰道：“仙师，你看这鬼能除吗？”现在还不知道。江澄道：“你且把情况一五一十再说一遍。”金子轩挺直胸膛，与江澄对视一眼，道：“不许撒谎。”周家主一阵哆嗦，战战兢兢道：“从大概1月前，我就总是听见婴儿的哭声，大晚上的，我以为是哪个仆人的孩子，还专门警告过。可是后来我发现，我们府上根本没有孩子。”发觉婴儿并非出自己家之后，周家主寻遍了4周，全然没有那样小的孩子，也并没有其他人听见啼哭。能听见婴儿哭的人，只有他一个人。上任周家主是他的兄长，去世月余，他刚刚接任，事务繁忙，本以为是太过劳累导致的幻听，不想几日后，家里的仆人清晨醒来，发现他的近身侍卫满身血迹，僵直在大门前。自此，无论他换谁做侍卫，第2天总会看到他横死门前。到了第7日，他门前的尸体又多了一具。周家主无论如何不敢再拖下去了，当机立断从库房里提出银两礼品，带着一队人马奔向当地的修仙世家，哭着求金家亲来除祟，因此才有了这次夜猎。金陵越听越不对劲。照周家主所言，作祟的恶鬼是个婴儿，鬼婴害人毫无逻辑，且喜好女子，靠满口獠牙杀人，故其害死的人身上必有咬痕。又是枉死，怨气最重，鬼气徘徊难散，断断不可能这么淡薄，何况是连续作祟7日的厉鬼。你瞎说时，金陵忍不住开口道，话没说完，金子轩就捏住了他的一边肩膀。金陵抬头看他，金子轩轻轻摇摇头。你们家最近有婴儿去世或者小产的事吗？金子轩问道。没有。周家主摇头，我妻子倒是正有身孕，但府上再没有别的幼婴了，更别说婴儿去世了。金子轩发出一声意味不明的冷哼。无论如何，今晚看看情况吧。他道，叫家里人都在自己房里好好待着，不许踏出房门一步，也不许动院里的布置。他意味深长地看了周家主一眼，叫你的侍卫在屋里好好待着。为什么不让我说？金陵跟在金子轩身后，不满地问道，那家伙说的漏洞百出，一看就是撒谎。不许无礼。金子轩轻轻敲了一下金陵的头，怎么漏洞百出了？鬼婴杀人根本不是那样，伤口不对，鬼气也不对，而且鬼婴作祟先有生人，多半寻仇，怎么单单对着一个他？金子轩边听边点头，道，还有吗？还有。金陵一愣，还有什么？这人身上自相矛盾之处可不止这些。与其说他哪句在撒谎，倒不如猜猜他哪句说的是实话。金子轩目光冰冷，阿玲，你今晚小心点。江澄附和似的点点头。金陵满脸疑惑，思索许久，也没想明白自己还遗漏了什么。3人走进内院，正对着的就是周家主的屋门，地面依稀可见干涸的鲜血的痕迹，想来正是那鬼婴每晚作祟之处。江澄俯下身来捻起一点泥土，又看看四周，皱起了眉。金陵跟着环视四周，也觉出不对劲，血迹蔓延的部分太少了，而鬼婴身材矮小，一击致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，血迹怎么可能只在这样小的一片土地？金陵还欲再仔细看看周围，他们刚刚关上的院门却突然被撞开了。金陵下意识握住剑柄，却被金子轩止住了。一个穿着华贵的女人踉踉跄跄地闯进来，看起来已50有余，脸上带着焦急而又茫然的神情。你们看见他了吗？他边说边四处寻找，我找不到他了。找什么？江澄皱眉，他是谁？就是他呀。女人激动地挥舞手臂，我的。女人身后冲进来几个侍女，一左一右搀住女人的双臂。另一个侍女走上前来向他们道歉道，对不住对不住，这是我家老夫人，大老爷去世后精神就不太正常了，到处找他的儿子，打扰到仙师了。看来是周家主的母亲。周家主的哥哥月前去世，
老人家精神失常也在情理之中。金陵把手从剑柄上放下来，轻哼一声。金子轩不动声色地打量老妇人一番，点点头，没再说什么。等最后一点光亮也消失在地平线，金子轩与江澄侧着身，与金陵站成一个三角。江澄用余光瞥了一眼金子轩的右手，又向他那边挪了挪。待到此时候，金陵等到有些不耐烦，他们才听见婴儿低低的哭泣声。最开始只有轻微的一点，后来逐渐响起来。金陵按捺不住想要行动，被江澄死死按在原地。再等等，他道。